你有没有过盯着旧照片想穿越回过去弥补遗憾，或者对着夜空许愿，想提前看看10年后的自己？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颠覆所有认知的真相，过去的你，现在的你，10年后的你，其实从来没有分开过，全都同时活在宇宙的某个角落。原来我们一直以为空间是3维盒子，时间是一条从过去延伸到未来的细线，但物理学家贡特尔拉的全新理论彻底推翻了这个认知。时间根本不是线，而是和空间一样的3维结构，就像一片无边无际的时间海洋。我们平时只能看到海面那层，但水下和海面之上还藏着其他时间维度。更惊人的是，所有事件从一开始就已固定。你的出生，今天的早餐，100年后的寿宴，不是过去或未来，而是时空中早已存在的特定点。我们只是用意识的手电筒，在这一刻照亮了其中一个小点。我们不是在时间里移动，而是被锁在一个巨大的静止时间晶体中。只有光的脉动让我们产生了变化的错觉，就像电影胶片上的角色，所有帧都早已印好，我们看到的只是此刻被放映机灯光照亮的那一幕。你见过古老的机械钟表吗？指针要动，整个齿轮组的一起转。而在宇宙这个超级钟表里，扮演齿轮的居然是光的最小粒子，光子。最新物理模型说，时间根本不会自己流逝，它只在光子和物质发生互动的那一刻才产生。这就像数字屏幕上的针，像素不更新，画面就永远静止，而光就是那个负责刷新现实的更新键。这个想法有多疯狂？科学家推测，宇宙里那些绝对黑暗，连光子都没有的区域，时间其实是彻底停止的。那不是普通的黑，是零时间区域，除非有第一束光撞进去，否则那里永远不会发生任何事。不管是恒星内部诞生的光子，还是你家台灯蹦出来的小光点，全都是宇宙的微小心跳。我们觉得时间像流水一样顺滑，只是因为周围的光子太多了，它们的滴答声混在一起，变成了统一的时间噪音。而光速就是现实的节奏 BPM。 这也终于能解释为什么光速是绝对极限。它不是快递员的速度上限，而是宇宙处理信息的最快速度。你不可能比时钟计数的速度更快，就像你没法让电影比放映机的帧率更快播放一样。如果这个理论成立，那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光之计算机里，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念头，甚至身体里的化学反应，全都是光子交换的结果。光不只照亮了路，它还推着我们从现在走向下一秒。你以为真空就是啥都没有的空泡泡？大错特错。近年的实验证明，真空是一锅沸腾的粒子汤，粒子不断凭空诞生，又瞬间消失。而最颠覆的是，物理学家居然在量子真空里把光速减慢到几乎完全停止。这个实验炸出了一个惊人现象，当光在真空中减速时，周围所有物理过程也跟着变慢了。这就是冻结光效应。在光停滞的量子真空区域，时间根本不存在，粒子同时处于存在和不存在的叠加态。只有当光子穿过这片混沌，它才会把现实给固化下来。光就像个揭秘者，把量子迷雾拧成我们能理解的清晰时刻。理论上，如果能造出一个完全封锁光，让光在里面循环成驻波的区域，那在外面的人看来，这个区域的时间就彻底停了。这不是物质冻结，是把整个区域从宇宙的时间流里直接抠了出去。研究还发现，正是光和真空的互动才创造了我们说的时间之箭。没有这种互动，宇宙会永远停在永恒的虚无里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只有一片死寂的静止。说白了，真空中的光就是现实的引爆器，它一次次打破虚无的寂静，炸出我们能生存的每一个时间瞬间。在现代物理学里，因果关系，也就是先有因后有果，已经和光彻底绑定了。我们总觉得事件是按顺序发生的，但实际上是光在给我们的世界定逻辑。把宇宙想象成一个巨大的计算机网络，信息从一个节点传到另一个节点，速度绝不能超过光信号。而光就是把过去和未来粘在一起的水泥。要是有东西能超光速，
那因果链条直接就崩了，结果可能比原因先发生，现实瞬间变成一团乱麻。所以光被称为事件世界，它给逻辑设了个死规矩，一个事件最快多久能影响另一个事件，这就像给我们的现实套了个保护茧，让一切都按顺序来。如果光就是时间，那光速就不只是个物理常数，而是宇宙的更新频率。所有超光速的东西其实都在时间之外。光就像个严格的过滤器，只允许按顺序来的事件进入我们的现实。我们能活在明天，永远在今天之后的世界里，全靠光子卡着信息传播的速度，不让未来和过去乱串门。光不只是照亮万物，它还是宇宙的至高裁判，监督着历史一页一页按顺序写，而不是变成一本被撕碎的书，所有页码堆在一起乱作一团。量子纠缠有多疯狂，两个光子哪怕相隔几百万光年，也能保持牢不可破的联系。2025年的一系列实验直接实锤，它们之间的互动根本不是快，而是瞬间发生。这意味着处于纠缠状态的光完全无视我们认知里的空间和时间。要是我们在地球这边改变一个光子的状态，它在银河系另一端的孪生兄弟会在同一微秒内立刻响应，完全不管光要走几百万年才能穿越这段距离。这种诡异的行为让科学家们脑洞大开，光可能是比时间本身更底层的存在。整个宇宙其实凝聚成一个无限小的点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全都是同一个时刻。这直接打破了我们事件必须按顺序发生的幻觉。我们感知到的时间其实只是信号传递的延迟，但量子纠缠揭开了幕后真相。在现实的最深层，一切都是同时相连的。如果光就是时间，那量子纠缠就是这个系统里的短路，证明我们对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划分全都是表面现象。在最本质的层面，光把所有历史时刻织成了一幅完整的画卷，没有等待，没有秒针滴答，只有一切事物的无限瞬间的存在。如果能利用量子纠缠跨越时空，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评论区聊聊你的脑洞。根据广义相对论，这套理论在过去25年里被验证得精准到离谱。引力不只是把石头拉向地球，它还能直接扭曲现实的结构。如果我们接受光即是时间的假设，那引力就变成了一个永恒的光学透镜。当光经过黑洞、星系这种超大质量物体时，它得在扭曲的空间里绕路，路径被硬生生拉长。但光速是绝对的，不能变慢，那怎么办？它只能牺牲时间。对我们观察者来说，光好像走得更慢了，这就意味着这个区域的时间变得稠密，流速也减慢了。想象一下，时间是一杯流动的透明糖浆，里面飘着彩色粒子，引力就是把糖浆搅得粘稠的那只手。在超重天体附近，光要花更多力气才能存在，这就是引力时间膨胀效应。这可不是纸上谈兵的数学游戏。地球轨道上的原子钟比海平面上的原子钟走得稍微快一点，因为轨道上的光有更多活动空间，而海平面上的引力更强，把光压得更紧。这还得出了一个炸三观的结论：我们变老的速度不一样，居然不是因为生物学差异，而是因为细胞里的光和引力的互动方式不同。在这个世界观里，引力根本不是什么吸引力，而是一种实打实挤压光的力量，把光变成流速缓慢的时间，这才创造了我们感受到的重量和生活节奏。当你抬头仰望夜空时，其实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时空旅行。你今天看到的星光，可能是几千甚至几百万年前从遥远恒星出发的。但新理论比这更疯狂，光子其实是宇宙记忆的物理载体，因为光不会老化，能在真空中永远旅行。它保留着每一次原子碰撞，每一颗恒星爆炸的原始信息。如果时间就是光，那过去根本没有消失，它只是以光码的形式在宇宙空间里无限传播。最震撼的是，宇宙永远不会忘。你的每一个动作，太阳的每一次闪光，进化的每一步，都跟着光速飞向了宇宙深处。理论上，
要是我们能瞬间瞬移到离地球几千光年的地方，架起一台超级望远镜，就能实时看到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画面。这相当于光成了唯一能战胜死亡的力量。过去并没有过去，它只是飞到了足够远的地方。在这个世界观里，时间就是一座无限大的光图像图书馆，所有曾经存在过的东西都以光子的形式在虚空中永恒飘荡。我们就活在这片外来记忆的海洋里，一生只是宏伟光流中一个转瞬即逝的小闪烁。根据新提出的三维时间理论，我们以为的空荡荡的空间，那些长度、宽度、高度，其实只是复杂光波的投影。这些光波在多个时间维度里穿梭，而我们感知到的空间，只是光同时穿过3个时间维度时投下的影子。想象一下，你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以为自己是在空间中移动，但实际上你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层之间穿梭而已。这个概念最不可思议的地方，就是解释了光的诡异行为。如果时间是3维的，那光子根本不是从 A 点飞到 B 点，而是在所有时间方向上同时扩散，直接创造出了距离的幻觉。我们之所以能看到空间，是因为意识没法同时感知整个时间海洋的深度，只能把这套复杂结构切割成我们能理解的米公里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宇宙其实比我们想象的紧凑得多，那些遥远的星系可能就在我们的时间墙另一边，但我们看不见它们，只是因为我们的意识看向了另一个时间方向。我们被困在这个美丽的幻觉里，把墙上的影子当成了现实本身，而真正的运动从来都不在空间里，而是在光的时间仓库中无限展开。量子生物学的最新研究炸出了一个惊人事实：我们的意识根本不只是大脑化学反应的产物，而是一套以光速运作的复杂机制。我们对现实的感知不仅在宇宙层面受光速限制，哪怕在自己的头骨里也是如此。研究发现，神经元之间不只用电脉冲传递信息，还会通过生物光子、细胞产生的微小光火花来交流。正是这个光网络决定了我们多久能意识到发生的事，也划定了现在和过去的界限。最颠覆的是，我们对时间流逝的感受居然是生物光接收器的个人设置。如果大脑处理光信号的速度变快，周围世界会像静止了一样；如果变慢，生活就成了一抹模糊的残影，一闪而过。我们被牢牢锁在光速设定的节奏里，所谓的现在根本不是客观真相，而是光子和我们的受体互动时创造的生物幻觉。我们看世界的速度刚好等于光允许细胞交换数据的速度。本质上，我们就是以光的波动为节拍的生物时钟，意识只是光穿透肉体，在我们内心创造出的活生生的时间流动感而已。从3维时间到光的本质，这些前沿理论正在一点点撕碎我们对世界的固有认知。原来我们眼中的现实可能只是光编织出的一场精密幻觉。每一次对光和时间的探索，都是在触碰宇宙最核心的密码。关注我，带你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锁更多颠覆认知的宇宙真相。别忘了点赞加收藏，下次想看硬核科普的时候，就能第一时间找到我。你对光和时间还有哪些脑洞？评论区一起唠唠。